还有几天咱们就要过年了，那么年前的小伙伴们应该也是已经玩上了这次的阿卡姆骑士，也是由咱们自家原野文化出品的一个产品。这款呢也是 DC 华纳正版授权的，由和魔线参与设计生产的一款拼装模型啊。有的人可能是奔着这个角色本身来购买这款产品，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这款的一个设计，并不了解这个角色。所以说本次这个视频呢做的会长一些，尽可能的呢将这款模型的玩法、可动、配件什么的全部给大家讲清楚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始。首先咱们直接来看本体。首先这次的角色呢是有双形态的，一个是阿卡姆骑士，也就是蓝色的一个形态，还有一个是红头罩红色的形态。而不管哪个形态呢，实际上它整个身上呢都会有一些高科技的装甲，以及它这种全息头盔，整体呢也是会偏向于赛博朋克的风格。这一点呢与超限零点系列是不谋而合的，所以说这款阿卡姆骑士呢也是超限零点系列的一员。因为本身超限零点就是赛博风格，然后仿生设计的这种改造人嘛，这一点的话与阿卡姆的这个外形会比较相似。但实际上阿卡姆并不是改造人啊，他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人穿上了这个科技铠甲。所以阿卡姆骑士的四肢会更加粗壮，并且它的外甲会更加饱满。大小方面的话，因为是一个1:10的拼装，与同系列相比的话是差不多高的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跟6寸这种尺寸来比的话，那就会很大了。咱们详细来看一下头部，阿卡姆最有代表性的全息头盔，这次采用了分件形式，里面采用了银色的玉涂装，再搭配上蚀刻片，外面是用了一个蓝色的透明件，整体搭配起来呢会有一个层次感，并且隐约呢也能看到里面的金属细节。同时在头部也内置了灯烛，点亮的时候呢就能看到阿卡姆骑士头盔上的这个2个眼睛了。在一体性方面，这种关键性的四肢装位呢全部都跟拳击手一样，采用的是加强版的，所以说拼装完之后的一体性是非常好的，怎么摇呢都不会掉件。不过这里需要提一点，像它的大腿以及它的手臂这边呢，因为需要承重，所以说整体是比较紧的，建议是上一点点凡士林，不要直接强扭。接着呢，咱们可动联动啊，一起来讲。首先头部这边呢，它的头部根部这边呢是有一段向前的一个外拉的，并且整个头部这边也是一个双球关的关节，所以说有2段的可动，再加上旁边的这个脖颈处的银色零件也可以进行避让，整个头部的可动呢是十分理想的，低头抬头的幅度都十分可观。不过转头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银色的零件，建议是直接将头稍抬一点，直接避开银色零件进行转头。肩甲这边呢是采用了一个球关连接，因为涉及到了替换，所以说并没有采用一个卡扣，这样子方便进行替换。肩甲是带有避让的，手臂的平台是可以稳稳的超过90度，不过回正的话需要手动复位。手臂根部附带平转关节，手肘根部也是附带平转关节。在手型这边呢，与以往不同，它根部是一个球关，前面是一个指装，这样子手型这边安装在指装上，然后球关这边呢就可以细微的调整手型的一个角度，这样子的话会比固影的那种指装会更加灵活一些。手臂曲肘带有超限零点独特的软胶设计，模拟肌肉的一个挤压联动，整体手臂曲肘的一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，几乎是可以直接摸到肩膀了。小臂处的臂刃呢，实际上它是可以进行外拉的，咱们将上方零件进行一个上抬，这样子就可以将这个臂刃拉出，形成一个机械臂。臂刃也是有一个联动的小效果。这个机械臂的接口是通用的，所有的武器都可以安装，比如咱们的钩爪呢，就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机械臂上面。小臂处呢支持拆卸，拆卸出来有一个装位，也可以安装咱们拳击手的这个拳套，完美可以适配的。而前面咱们提过，阿卡姆骑士是一个人穿的铠甲，所以在它的腰部这边呢，咱能看到是有很多这种松紧带、绑带以及铠甲脊椎的这种造型，整体会更加强调它是一个铠甲的样子。当然，这并不只是一个装饰啊，它是真实附带一个联动的。它的胸甲这边每一块都是单独的一个分件安装在软胶上面，随着蝴蝶肩的挤压，整个胸甲会进行一个联动，并且不只是胸部，在它的背后也会进行一个联动。随着蝴蝶肩的拉伸，它的肩部以及它的背部全部都会有一个肌肉的联动效果。弯腰幅度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整体是这样子。后仰幅度的话，依靠根部有一个外拉，整体后仰幅度会更加大一些。随着弯腰，腹部的这个装甲会进行一个联动，脊椎的软胶呢也会进行一个拉伸。侧摆时，小腹的这个装甲也会进行一个联动。腰部旋转分为胸口一段，然后腰部根部有一段，整体腰部旋转呢是没什么压力的。腰带部分采用的是一个软胶件，并且上面这边的弹匣呢全部都是可以取下来的，随意的安装，随意的取下。后方这边的这个黑色裙甲呢是可以进行上翻的，进行一个避让。大腿根部附带平转的关节，作为超限零点的软胶设计呢，大腿这次也是没有少的，小腿处也是附带了软胶。腿部的前踢是可以超过90度的，没什么压力。后踢的话大约是在80度左右。侧踢因为腰带是软胶，并不会影响，只是能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的。大腿这边呢是模仿游戏，采用了一个军裤的造型，所以说会有很多迷彩的分件细节，整体做的呢其实是比较好看的，并且会伴随着一个联动，弯曲的时候呢四处都会展开进行一个联动效果。
整体做的，我说实话，这个联动是很好看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联动效果，所以说整体的大腿呢会显得会比较粗壮一些。这个就看大家个人的喜好了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外骨骼装甲也没有问题。随着腿部的弯曲呢，小腿处的两侧的这个铠甲也是会进行一个展开的，旁边的软胶也会进行一个挤压，整体把玩起来的手感还是比较爽的。脚部这边呢，正常的侧摆向上向下旋转呢，这些正常的角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次比较好玩的是它的这个脚尖，它单独的有一个脚尖可动，并且单独做了一段联动。随着脚尖上抬的时候，它上方的黑色零件会进行一个展开，然后将前面的这个零件包裹进去，以此来实现它的一个脚尖单独上抬。因为可动做的比较不错啊，所以说它摆这种跪地拔刀的造型呢是比较自然的，并且也比较好摆，因为整体把玩起来阻尼是比较好的。说完可动，咱们接下来就看一下配件了。2把手枪，4把冷兵器，一个钩爪枪。钩爪的爪子呢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，并且设有了2段的关节，爪子的这个头部分呢也是可以进行调整。同时，它的这个根部是一个球冠，所以说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转，让它的这个爪子的方向朝向改变的。钩爪枪呢是可以直接搭配手型握持在手上，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个握把拆掉，然后将这个钩爪安装在小臂的机械臂上，搭配上铁丝呢，也可以还原出钩爪发射的样子。冷兵器这次，比如尼泊尔50刀这种呢，刀柄都是不一样的，每把刀柄都是可以进行拆卸的，接口全部都是超限0点的通用接口，也就是说这个接口是可以安装在任何的机械臂连接处，背包、手型都是可以的。这次还单独给到了一个握持冷兵器的手型，直接将刀柄安装在手型里面，再将刀刃卡上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冷兵器的安装，并且握持的位置呢也可以自行的调节，当然小刀的话也是可以进行安装的。手枪2把手枪的造型设计是并不一样的，并且这次的手枪呢也是有给到很多分件，它这个套筒这边是可以进行拉动的，也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枪管细节。同时这次2把手枪也是有给到一个弹匣的一个细节，弹匣可以单独拆下来，里面的弹匣也有子弹的一个刻画。游戏中阿卡姆骑士的2把手枪可以组合成一把狙击枪，而这次在这个模型上面也进行了还原，2把手枪可以进行一个变形，然后还原成一把狙击枪的一个样子。在阿卡姆骑士浑身上下呢附带了很多孔洞，这些孔洞全部都是可以用来安装配件的，咱们的武器全部可以通过一个连接件来安装在浑身各处的孔洞上面。前面咱们也说过，它的这个软胶腰带是可以安装弹匣的，它的这个弹匣是可以单独取出来，然后咱们这边呢还会有一个3连发的弹匣连接件，然后咱们可以将这个弹匣全部安装进去。安装完之后呢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孔洞安装在这个身上面。你可以理解就是各种武装都可以搭载在身上，比如咱们的腰带也可以安装上一个孔洞连接件，安装上咱们的武器。就连手雷呢，也是可以通过连接件，然后直接安装在咱们的这个身上的孔洞里面搭载上去。大家应该看到前面咱们是没有把这个手雷算在武器里面，因为我理解的是一个装饰物，当然它也是可以进行握持的，这边是专门给到了一个握持手型，适配这个手雷，将这个手雷握持在手里的。可能有人觉得这次双形态，所以说基本剩下的这些零件全部都是替换形态用的，并不是啊，它有给到很多连接收纳件。咱们前面展示的所有武器，像这种弹药啊、刀具或者各种的连接件呢，全部都是可以收纳的，甚至就连手枪合体为狙击枪需要用到的这些连接件呢，全部都是可以进行收纳的。也是比较遗憾，阿卡姆是没有地台的。收纳件的装位呢，适配所有的地台，拳击手、孤影、塔提尔这种全部都是可以适配的，所以说你随便找个地方找个孔就可以直接安装上去。本次的背包呢，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，可动调节的一个连接机械臂，机械臂可以多段调节，并且附带了多种接口，可以安装各种武装。直接说可能比较抽象，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可以安装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，你可以摆一个站姿，然后这个连接件呢连接上一个镰刀，这个镰刀是孤影小队中的武器。亦或是摆一个突进的姿势，然后连接上这个飞镖，这个飞镖相信我也不用说了，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孤影的飞镖。亦或是安装自己的武装来进行一个收纳，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。你可以理解为目前超限0点的武器它都是可以适配的，也有给到额外的连接件来进行替换，所以说所有武装都可以安装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，它是有第二个形态，也就是红头罩形态，整体的颜色呢就会从蓝色变成红色了。这次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一样非常难替换，替换件很多。并不是啊，它替换件其实并不多，并且在设计思路上呢，它是有给你进行一个替换的一个空间的，也就是每一步它其实是有涉及到你这个装甲位置是需要替换的。那么首先咱们先将手脚四肢全部拆下来，然后将两侧的这个绑带进行展开。咱们先拆后方的这个两侧的零件，两侧零件一侧是球冠，一侧是安装在软胶里面。咱们先拆球冠，然后再拆软胶，这样子不会损伤软胶。然后咱们拆一下中间的这个零件，可以用起钳机稍微撬一下就可以直接拆下来了。
接着咱们将两边这个安装在装位上的软胶进行拆下，另一边也是同理的。然后咱们拆下来之后就来到正面，正面也是一个装位进行连接的，两边同样全部把它拆下来。然后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，中间这边这个红色的这个零件这边，咱们向上推，它是一个滑槽卡上去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如果直接拔的话，这个软胶可能就直接断掉了。咱们向上推了解锁之后，再将这个软胶连接的这些装位呢全部拔掉，这样子整个胸口的这个装甲就全部拆下来了。拆来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替换上这个红色的胸甲，也可以选择替换上这个银色玉兔装的胸甲。胸甲的安装顺序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。替换完零件之后的胸甲呢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么整个胸甲安装回去的思路呢是一样的，咱们先将下方的这个红色零件沿着滑槽安装到位，然后胸前的软胶就沿着这个胸前的装位全部一一对应，全部将它安装回去。安装好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接着咱们视角就来到它的背后，背后也是一样的，按照前面的拆装顺序，先将两侧的软胶安装回装位上，然后咱们再安装上正中间的这个零件，最后两边的零件也需要安装到位。这边有个小技巧，先安装软胶的孔洞，然后再安装前面的球冠。手臂这边咱们需要将这些蓝色零件全部替换成红色的。这边替换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，它两边其实是一个软胶，咱们先将两侧这个通过装位连接的这个两侧的小的零件拆下来，接着就是软胶了。咱们直接稍微弯曲一下，将这个软胶拔出来一角。这样拔出来之后呢，上方这边就很好取了，直接取下来就可以。取下来之后，咱们就直接将红色零件对应它这个孔洞，将它重新安装回去，然后软胶再重新固定好就可以了。整体替换起来是完全没有难度的。然后咱们再将两侧这边装位的红色小零件呢安装上去，也就是换了个颜色。接着是小臂处的这个透明件，这个透明件其实如果按紧的话是非常难取的。大家在安的时候呢，建议是稍微留一点点缝隙，不要全部按进去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撬出来。撬出来之后呢，咱们直接通过这个红色的零件替换上去就可以了。替换的时候也是同理，不要摁得很紧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是完全看不到缝隙的。然后咱们换上红头罩样式的肩甲，这样子手臂就替换完成了。腿部这边只有小腿的透明件是需要更换的，咱们将腿部弯曲，然后再将膝盖处的银色零件直接取下来，它是个 C 扣，然后直接将这个蓝色零件取下来，安装上咱们对应的红色零件就可以了。这一处的替换方式是非常简单的。透明件安装好之后呢，咱们直接原路返回，将这个银色零件的 C 扣重新卡回去，然后再将这个腿打直，就完成替换了。整体替换的难度呢并不算高，同时整体的零件量其实也不算很大，所以说双形态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并且本次红头罩呢，在这个面罩底下是有3个样子的，搭配灯组可以实现3个不同的头部样式。那么这里呢，也可以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人物。红头罩原名是杰森，是蝙蝠侠的养子，也就是2代的罗宾。在游戏中呢，是被小丑囚禁，然后并且被折磨。在被折磨的同时呢，一直被小丑洗脑，蝙蝠侠抛弃了他，最终呢，才成为了红头罩，成为了阿卡姆骑士。所以他与蝙蝠侠呢，并不是一个人，大家这个不要搞错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咱们视频中的这个红头罩呢，也是穿上了这个马甲的？这套衣服呢是漫画中的经典形象，这次产品呢也会随机赠送马甲或者皮衣，那么这个就要看大家的运气了，有可能开到自己喜欢的，也有可能开到另一个。那么所有的玩法呢，基本这个视频里面都给大家讲清楚了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出来，我这边看到的话也会给大家解答。这里呢也是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，咱们明年再见。